朋友们好，这里是康居别院，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湘西。那今天我们又来山里面为大家分享一些闲置的老房子了。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是一处水库。这处水库呢，已经建的有差不多50年的时间。今年啊是非常难得一见的天气，干旱了这么久，水库已经完全干枯了。可以看到我脚底下以前是水库，应该是修了水坝之后淹没的一个房屋地基，这底下是一条路，宽约2米左右。在我右手边这边，跟着镜头我们来看一下，这以前啊，这一大片都是老屋场，可以看到完全都是石头垒砌的一些矮墙啊，以前在这上面建的都有房屋。那接下来我们往这边看，这座水库啊，建好了之后就一直没有干过，所以今年水库干枯了之后，很多当地的一些朋友啊，都很好奇，来到这边来看。跟着镜头我们来看，这边好像有几座古墓。这边呢，立的有石碑。我从这边看一下，有一座古墓是比较大的，它的周边呢还有3、4座古墓。到底这边埋葬的是哪家人的祖先呢？我们进去看一下啊。那我们镜头可以过来看一下，水库干了之后，当地的一些人可能来到这边祭拜吧，烧的有烧香烧纸的，上面可能碑文上面比较模糊，这些字比较模糊，已经看不清楚了，基本上是看不清楚，但是从这些残垣断壁看得出啊，清朝道光年间的。清朝道光年间是吧？这座古墓啊，其实在古时候，包括它的这个墓碑这一块的雕花、雕纹都是比较讲究的，这些纹路啊依稀可见，包括这个上面的石板，都是我在想，可能在以前都是大户人家才建得了这样的一座古墓。那我们接下来，往无人村的方向走，去看一看那边又有什么样的风景。在水库的上游有一处无人村，住着6户人家。村子还在，但是所有的村民都搬迁出去了。以前水库没有干枯的时候，要从尽头上方有条小路走进无人村，大概需要1个半小时左右。现在我们从库底走的话，路比较直，可能大概30、40分钟可以到达那一处无人村。这边还有一个流传，当年啊，人住在村子里面，要到附近的乡镇集市去买一些新鲜蔬菜水果的话，可能早早天还没亮就开始出发，到集市里面买了肉，买了豆腐，走回家可能人还没走到家里，这些豆腐啊和肉啊可能都发臭了，说明当年在这边生活是非常艰难的。那这边就是我们进村的小路，都已经长满了杂草。其实现在的游客还挺多的。这边的海拔差不多400米左右，到了夏天的时候不会太热。这边目前是没有通电了，因为长时间没人住，所有的电啊可能线路都老化了。那再从这边走上去，都是这个村子的土地，还挺宽的。我们已经来到了无人村，村口的位置有一片空地，我看一下，好像有好几亩地呢。这边有座石桥，走上去石桥去体验一下。以前这个村子啊，据说住着6户人家，都是石头房子。我感觉走进来挺不容易的，整整走了40多分钟。这个村子呢，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啊，有2岔河。
右手边有岔河，左手边还有岔河，从这边汇流而成了一条小溪流。这个村子呢，也因此而得名两岔河村。现在我们走进村子去看一下，可以看到这些石头房子啊，可能建造的时间都比较久了，高约3米左右，上面盖的都是青瓦，也就是我们当地顾名思义的土瓦。这种瓦呢，它比较耐看，而且这样的瓦时间久，经常检修，它不会坏掉。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石头房子都是非常的简陋，没有通过粉刷的。住在里面呢，可能它比较透光。再一个，像这样的房子啊，它可能也比较透风。到了冬天的时候，稍微会有点冷。大哥，你们也过来玩是吧？对，这个村子古色古香啊，挺不错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栋木质结构的房子，应该来说是石头和木质结构结合的一栋房子。房子不大，开间约3.5米左右，可能进深呢也只5米左右。这是堂屋，堂屋留的有6扇小门，一般呢在这边生活，只要打开中间的2扇小门，进出都是非常的方便。当然，现在也是一座危房了。可以看到，曾经这边是通电的，这边还有电表。可能在这以前啊，在这边生活没有网络，但是这边的水电都还是挺方便的。这座房子啊，我目视一下，估计也是一座上百年左右的建筑了。其实楼层的高度啊，大概也就5米左右。上面呢，这块堂屋的部分还做了一个简单的吊顶，也是用木板隔开的。当然，一般在这边的少数民族家庭呢，2楼是不住人的，就是堆放一些杂物。堂屋的中间呢，要比两边的卧室稍微低30公分左右。旁边的卧室呢，基本上都是一家人的生活区域。这边呢，我们就不进去了，我给大家来说一下，这里面呢有房间，还有火塘，一般一家人呢住着还有吃都在这块区域。一般像这样的房子呢，基本上都是3开间，可能会有3、4个房间左右，一家人生活是完全足够了的。那这边我们发现了一个大石槽，可以看到，这以前可能是这家人啊养猪的，就是山上啊采回来的石头，把它凿开，变成了一个石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座院门呢，高度约2米左右。其实，在以前啊，像农村里面有这样的一座单独院门，这家人啊还是比较富有的。我们走进去看一下他们家的院子，看有多宽。目视一下，差不多30来个平方左右。房间呢也都是采用的石块垒砌而建成的。这边的院子呢还有座围墙，高约3米到4米左右，也是土墙结构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座房子啊，说不上3开间的房间啊。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是石墙，那这边也是木质结构的，这边也是厢房，厢房分上下2层结构，上面可能是一个房间，底下也可能是一个猪圈、牛圈之类的。其实这样的房子在大山里面住着是挺舒服的，而且我看了几座房子之后，我觉得整体房子的结构还挺好，可能还有改造的空间。如果这边可以住人的话，我觉得后期在这边生活可能还比较好。这边的老乡虽然搬走了，但是他们一些基本的生活物品还是放在这里的。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桌椅板凳。那这家人也是3开间的房子，在这边有灶台，
4口灶的灶台，还挺大。以前这家人可能人口还比较多。那边留的有扇小窗户，房子内部也都是木质结构的。这边还有耕田机，还有水缸。其实这边是没什么家具的，只是一些简单生活的物品。那这家人以前的装修我感觉也比较好。堂屋的位置基本上都已经装上了吊顶。那这样的房子其实整体结构都还挺好。因为房子好不好，我们只要看它这些立柱啊，到底坏没坏。这些立柱都还挺好的。那我刚才看了一下，整个村子里面有6户人家，基本上房子呢都是坐北朝南，周边的环境还挺好的，而且空地挺多，目视一下有10多亩的那个样子。朋友们，你们觉得这样的环境怎么样呢？好了，我是石头，喜欢请关注，抗拒别怨，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拜拜。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曾经与你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朋友们好，我是石头。这里刚刚下了一场久违的大雨。这些天啊，一直都是高温的天气，37、8度左右啊。这几天我们都是在江边改造这栋老房子。刚刚没下雨之前呢，师傅们把屋顶上的瓦片全部放下来了。我拍了会儿视频，没想到啊，太热了，整个手机就死机了。那师傅他们呢，现在要开始清理这些废旧的瓦条，还要清理这些破碎的瓦片，就在那边做工。待会儿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下了一场雨之后，这边就凉快了许多。而且像我们湘西这边啊，到了9月份，只要连续下上几天雨，山里面就开始长蘑菇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屋顶上的瓦片全部放下来之后，整栋房子就是这个样子的。上面还剩下了一些领子，这些领子啊，质量都不怎么样，全部要换新的。这些是废旧的瓦条，基本上啊全部都没有用了。里面的木墙板我们也拆掉了一些。上一期呢，我们是把这个房间里面的一些物品，冰箱、锅碗瓢盆、液化气灶，还有师傅们的工具，全部搬到厨房那边去了。我们现在的厨房呢就在镜头前方，也就是以后做厨房的位置。在下方呢还有个地下室，我们是放了一些木匠师傅啊，还有泥工师傅的一些工具。这些旧瓦条没什么用，我们给它清理出来，然后呢给它拉回家，以后当柴火烧。
地上都是碎瓦片，要小心一点，可能会有钉子。现在是乱七八糟的。我发现一个问题啊，这两箱蜜蜂，我们天天在这边拆来拆去的，它好像根本不受影响了。现在房子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一地的碎瓦片。下了雨之后啊，这些立柱、墙板、房子领子全部都打湿了。房子的结构看起来很简单吧？盖了瓦之后才像一栋房子。这边的木板墙我们都拆了，先来看这边吧。这边呢也是一个很大的房间，以后我们要从中间做隔断，做2个房间出来。地上呢全部都是碎瓦片，这个墙板全部都要拆了，包括这边的墙板也要拆了。这背后呢是延伸了将近1.1米左右，以后整个房间呢就到这里了，背后是留了个窗户。从中间做隔断的话，将近两边呢有17、18个平方左右，基本上这样的房间也是够用了的。前面呢也是扩展了1.1米左右。那就是刚才落雨嘛，跳闸了嘛？可以放上里面。应该是可以嘛。再走过去给大家看一下，这些碎瓦片啊，我们全部都要清理出来。这是之前做好的一根立柱，要给它换掉。那边有根立柱啊，是烂掉了的。这一间啊，基本上墙板都已经全部拆了。看现在整栋房子的进深啊，就有这么宽了，将近有8米多，接近9米左右呢，宽了许多吧。以后呢，房子会延伸到前面，这里呢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窗户，一眼呢是可以看到整个江面的，视线非常的好。做全落地玻璃。这一箱蜜蜂啊也是一样，感觉都没变化。到10月份左右就可以采收蜂蜜了。这一间呢，我们是准备从中间隔断，背后做一个房间。前面呢，这里是准备做一个过道，通往厨房的。厨房的过道门我们留的是1.6米的尺寸。现在这个立柱和砖墙之间是有个缝隙的，后期装修过程当中我们要给它处理好。其实这栋房子啊，我们是不能够推倒重建，要不然的话直接给它推倒重建还更好些。确实没有办法，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之上重新的加固、改造、维修。这边的地脚缝已经给它锯掉了，后期呢，整个地面全部都要铺上木地板，材料我们已经买好了。这背后呢也是留了个窗户。从中间隔断了之后啊，整个背后这个房间还是挺宽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将近有20多个平方左右呢。我们要把这些楼枕全部换了，然后呢，
整栋房子要升高，要把2楼给利用起来。真的想不到啊，房子拆掉了之后，原来是这个样子的。现在我们的厨房是搬到这边来了，刚刚下过雨，这底下还是没有淋湿的。上面呢，我们是盖了木板，然后呢，再盖了一层薄膜。这栋房子啊，之前有些土罐子，以前可能是装那种多辣椒的，现在我们给它暂时放在这边，看后期啊还能不能够用得着，都像古董一样的了。这是土陶烧制的。这间厨房后期我们要好好的设计一下，把它给利用起来，要不然这么宽的空间不利用好就太可惜了。其实整个厨房的风景是非常好的，我们之前在砌砖的时候就把窗户留得很大，所以呢，在厨房里面吃饭炒菜都可以看到江面的风景。可能大家从镜头里面看不清楚啊，这个时候江面有些波动的水花，实际上那边都是胖头鱼啊，一大群一大群的，这边的鱼类资源还是很丰富的。基本上每天房子都在发生变化，我们也在期待啊，这栋房子改造出来以后整体的效果究竟怎么样。估计大家和我一样的吧。那这期的视频呢，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石头，如果对于房子有改造经验的朋友，欢迎你们评论留言，也给石头出出主意。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师傅，这茶呢没完茶包我那用的，很非常多。昨天木匠师傅没做工，我妈妈在这边清理了一天，所有的一些杂物基本上全部清到地下车库了，剩下的一些碎一点的木屑拉到这边全部烧掉。我妈妈也洗了这边的被子。朋友们好，我是石头。今天木匠师傅又过来做工了，增加了一个师傅，要给这边盖点瓦。这个位置啊，不盖瓦的话，下雨天这边的木板总是会被雨水给淋湿，长时间这样子也不好，所以在这边我们要打上几个水泥砖的墩子，然后呢上面加上领子，盖上一层瓦，对于两侧的木板墙呢会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今天水电师傅也过来安装电灯线了，正在里面做工，那我们就走到里面先给大家看一下。天气预报说明天可能会下雨了。这边院把我妈妈也清扫了一遍，一楼还是有很多杂物啊，要等木匠师傅做完工再给它清理干净。2楼基本上已经清出来了。建木房子啊，真的不容易。装修4、5个月，建房子的主体1、2年，然后呢，装修好了之后还要打磨上油漆，又要估计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入住吧。虽然现在的油漆质量都很好，但是还是要刷了油漆之后，还是要等那么几个月再入住。
这边的灯线已经开始安装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师傅拉过来的一些材料，这是阻燃管，这个是转角的位置，用这样的波纹管。我们装的都是明线，就是这样子的白颜色的管子，往幕墙的外面走，看起来可能不太美观，但是我们这栋房子呢，只有一层板子，也就只能这样子去做了。这个房间呢，是装的双控开关，在房门的位置装了一个开关，在这边呢装了一个开关，还有一个排插。床呢是紧靠着后面摆放，前面呢多留一些空间。我记得上2期视频不是拍了吗？大家都说，在木房子里面多留一些排插的位置，以后用起来要更方便一些。还有空调的线没有留，那朋友们，基本上木房子呢，因为是明着走线的，也不能留的太多的排插，只能说，够用了就行。那空调的线呢，我们也是留了的。这栋房子呢，不是每个房间都会留空调的线，我们只是说主要的房间会留空调的线，所以大家也要请理解哦。这边师傅做工，我们就不打扰了，去看2楼清扫了之后究竟怎么样。像这些没用的木块呢，全部都给它捡起来，然后呢，堆放在一起。冬天的时候呢，用来烤火取暖。这些木封还有脚手架，暂时还堆放在2楼。地面呢已经全部清理干净了，并且扫了一遍。朋友们发现了没有？好像清扫了之后感觉宽了一些，对不对？底下的这层木板啊，现在是有点不太平的，有点高，有点低。这个需要打磨，打磨了之后再来上油漆，工作量还有很多啊。这边的房间也都全部清理出来了。我记得有一期视频，有朋友在评论里面说，这样的木地板会不会通过木板和木板之间的缝隙，这些飞尘会往下掉？实际上大家不用担心啊，这些木板全部开的都是公母榫，拉了槽，所以2楼的飞尘是不会掉到1楼的。这边已经全部清理出来了。那基本上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本来我是计划打扫卫生之后，马上把这个卫生间给做出来，但师傅呢在其他的工地做工，没有时间过来啊，所以可能我们会把木房子呢先刷上油漆，之后再来做这个卫生间了。现在3个师傅都在厢房的顶上准备盖瓦的工作，那我们就看完了木房子里面，带大家去那边看一下。
材料都是从这边的木梯搬上去的，还有之前我们剩的一些领子，现在也用得上。站在厢房的顶上还是挺高的，真的视线特别的好。往梯子来，往梯子来。也下了。拿到的。哎。东西。哎呀，弄来哦。不关键我见。哦，你往往头。你不知道换了吗？不知道关上。这个马上跑到那个这个洗的，那你洗回来。师傅这掐呢没完掐到我没用的。刚刚我们看了师傅在这边砌砖，然后又搬了一些材料，砌了3根柱子，80公分的高度。在这柱子上面要全部加上领子，然后呢，从这边盖一个斜面的瓦片。这个样子啊，下雨天雨水就不会往这边淋湿到我们的幕墙板了。实际上这样子盖，远远的看估计也看不到，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整个房子的美观。还有些朋友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说，两边厢房的顶上盖瓦片会更好看一些。实际上我也是有想过的，但是两边的厢房盖瓦的话，要花费很多钱，又要浪费很多时间。暂时先给它这样子盖起来吧。如果以后实在想盖瓦片的话，我们再来做也不迟的，对不对？还有些朋友说我买的这些瓦片看起来像本地的青瓦，实际上这全部都是琉璃瓦，也就是瓷瓦吧。里面是每一块瓦片都要打上螺丝钉的，就在这2个位置打上2颗螺丝钉，而且每一块瓦片我都是装了这样的不锈钢的防滑扣。在去年冬天下雪的时候已经给大家看过了，作用非常的大。那些积雪啊，它不会整块整块的往下掉，都是慢慢的融化。试想一下，如果这些瓦片没有装防滑扣，冬天下雪结冰，一时间突然一整块一整块的掉落，全部掉在邻居家的院坝，万一有人砸到人，那真的太危险了。既然已经来到了2楼，顺便也给大家看一下邻居家的这栋小洋楼，挺好看的，对不对？2层半的小洋楼。实际上我们家建的这栋木房子和他们家的这栋砖房造价差不多的吧，只是我个人比较喜欢木房子，毕竟住了那么多年嘛，在城里面自己也是建了砖房，总感觉我们这边南方地区到夏季的时候特别的潮湿吧，所以木房子居住起来可能更为舒适一些。不知道朋友们你们是喜欢砖房还是木房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让我看到你们喜欢什么。这边我们是买了2个不锈钢的水塔，直接在这上面蓄水，整栋房子的用水就全靠它们了。这边柱子打好了之后，木匠师傅现在开始要调这个水平线，然后呢要准备加上领子，
准备盖瓦了。这些都是之前剩下的领子，全部搬上来，现在给它用了。之前啊，在视频里面有很多朋友说，我们木房子不是有2个公用的卫生间吗？问我到底留没留那种排气孔，在这里顺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位置啊，就是2楼和1楼的卫生间排气孔，都已经全部预留好了，大家不用担心啊。两边的厢房都要盖上瓦片的。木匠师傅在这边做工，待会儿呢我就要去城里面买材料了，所以这期的视频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石头，喜欢的还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好，我是石头。这些三角梅我们是从老家那边用车子拉过来的，从网上买的，实际上已经买了有一段时间了。三角梅长得还比较好，记得我们刚刚买过来的时候都开满了花，这个时候花已经谢得差不多了。现在我们要给它修剪一下，然后呢，三角梅的话要给它种植在鱼池的旁边。像这样的绣球花呢，我们还是直接给它摆盆就行了。绣球花就长得是比较差了，好多植株我看都是干掉了。现在我们给它做一个简单的修剪，意思也就是把干的地方全部给它剪走，然后呢，让它重新再发芽，重新再生长。这些盆景植物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买过来大概1个星期左右就自己干枯了。啊，按下要理啊，给你啊理。可能还是那边商家卖的时候，应该是在大棚里面生长的，突然来到一个陆地的环境，它不太适应，所以说就变成这个样子。像这些你看基本上全部都是干掉了的，但是像它这个底部的话还是有点点存活，我们把这些全部剪掉，然后呢重新再长出来的话应该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基本上三角梅的话不用做过多的修剪，主要就是这些绣球花要剪的比较多。绣球花开花的时候还是挺漂亮，我记得我买过来那花大概这么大一朵，真的挺漂亮的。但是刚刚过来的时候它是不适应的，还是要一段时间之后基本上才能适应这样的一个天气。这种就不记得叫什么了，但是我从这么看的话挺像菊花的，朋友们你们有认识的吗？这应该是属于草本植物吧。现在也给它修剪一下。剪短一点的没关系的，它要重新再发芽再生长的。嘉宾两陪。
像这棵三角梅比较大的，我们就不移栽了。那这棵大家认识是什么吗？它的叶子是有点变色的，带黄颜色。整个院子我们是买了很多盆景的，包括底下吊台的这块位置。之前拍视频的时候，大家应该都见到过。这边还有一些盆景。等到院子改造好了之后，我们要把这些花全部摆放好。这边大家看一下是什么花，已经是开花了，白颜色的花。这一株我们刚买过来的时候刚刚盛开，这个时候快谢花了。这边还有一些太阳能灯。这边还有一些花盆，以后慢慢看有合适的话，我们再买一些。这是一张户外的，很方便的。今天这边开始贴地板砖，草皮也开始铺了。这边还有一些石板。石板的话，我们是直接铺在草坪中间。现在要把三角梅全部种植在这个地方，沿着鱼池的边上种满三角梅，等到开花的时候就很漂亮了。我们把底下的土挖了一遍，然后把竹编全部清理干净了。那大家看一下，这边鱼池的边上，我们种植三角梅的话，这块区域，你们觉得要全部种满三角梅吗？这是我们昨天在路上看到的野花，长得是挺漂亮的，我们就挖了一点过来，种在鱼池的边上。给大家来看一下，这边是已经种好草皮的效果。连续半个月左右，每天都要浇2遍水。到冬天种草皮的时候，实际上也不太好种。这个天气只要水浇够了，是没什么问题的。这边我们是种植了一些三角梅，这样子种植在院子里，中间是用石板铺了一条小路，显得是比较自然。你们觉得怎么样呢？沿着鱼池的边上，我们是种了一些三角梅。等到三角梅开花了，其实挺好看的。整个小院是不是越来越漂亮了呢？从这边我们再来看一下，那边台子还没有清理出来，把那边清理出来，还有一些盆景全部
摆放好的话，应该还会更美一些。这2天连续都下雨了，基本上种好草皮之后，我们这边的改造就已经完成了，剩下就是请一些家政过来打扫卫生。连续好多天下雨，这边的河水还是很浑浊的。前几天这边是涨了一场洪水。这边的院门我们都已经是做好了的，可以看一下，是挺不错的。那边的菜地也都全部清理出来了。之前涨洪水的时候，菜地是被淹没了，但是我们底下的这2处钓台呢，都还是完好无损的。这边的过滤系统我们也做好了，只是上面的板子还没盖，因为从网上买过来的材料还没到货。到货了之后，我们再把鱼池的这边做好。拍不得的。低头看，这一下又大的。3来万，捡当得去没？老4万。朋友们，这边的草皮刚刚铺好，种了一些三角梅。这个时候啊，已经是下大雨了，我们要休息一会儿。这期的视频呢，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这里是湖南湘西挂壁公路，也叫小龙洞景区。在几十年前，当地老百姓在山体里面开凿了一条公路，在悬崖绝壁的上方修建了一座水电站，从而造福了一方百姓。朋友们好，我是石头，我现在已经来到了小龙洞景区。这原本是一座悬崖上的水电站，再后来呢，开发成为一个小众的景区。湘西的朋友应该都清楚，这个地方啊，景色是非常美，尤其到了雨季的时候，这里有好几条瀑布，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自然景观。这里呢，也是湘西唯一的一段挂壁公路，到底在里面有什么样的景色？跟着石头的镜头，我带你们走进去看一看。在旁边我们有看到关于景区的一些介绍图，走过去给大家看一下。山洞里面应该是装着灯的，有水，修了一些人行步道。从图片可以看到，里面应该是很多钟乳石的，打上了彩色的灯，感觉应该是挺好看的。看这边还有楼梯，应该可以上去的。现在有点期待啊，我们要开车进入，大概车子可以开接近几百米的样子，在里面是可以停车的。已经买过票，现在我们要准备进入了，挺期待的。水帘洞，在洞口的位置就滴了水珠，应该洞里面比较潮湿，好像只能1辆车通行哦，比较窄。里面都装了灯，五颜六色的，挺好看的。哇，开车还是要注意一点，底下很多积水，
山洞的高度应该也只有2米多，我估计应该还没到3米。像一般能进地库的车都是可以开进来的 ，SUV 是没问题的。哇，这里面很大的水流啊，跟下雨一样的。其实从两边的洞壁都可以看得出，这个山洞啊是人工开凿的，当年应该是完全没有机械化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两边的洞壁啊很不规则，凹凸不平。这一段路应该没有多长，大概可能也就几百米的样子吧。这边有一个岔路，我们在这个位置可以停一下吧。这是应该是一个观景台，可以出去的。我们先走这边吧，先走后面那个水电站的位置，待会儿呢再回过头来在这边停留。山洞的前一段大概也就100多米左右是没有光的。到了这边之后，应该是开了1、2个窗的样子，可以看到外面的光线，采光的。开始下坡了，路依然非常的窄。这边还有一个窗。哇，到这边我就想起了中国非常出名的那一条挂壁公路，感觉这边啊有得一比哦，真的挺险的。前面有些游客，他们车子在那边应该堵着路了。其实啊，像这样的景色，真的，如果是不开发为景区的话，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地方。包括我们中国非常出名的郭亮村也是如此啊。也是因为后面别人发了短视频之后才知道了挂壁公路，现在这边是无法过去，我们也停车下去看一看。看一下啊，这边就是以前水电站的位置，可以看一下这里的瀑布落差应该是达到了100多米，挺壮观的。那边呢有玻璃，装着玻璃，那个小房子的那个位置应该就是水电站了。这边的公路啊还可以继续往里面深入。再往这边看一下镜头，看一下在远处啊是有寨子的，从这里啊隐约都看到很多梯田。这个位置啊真的是不惯嘞，大山里面啊是一个非常深的峡谷，在峡谷的最深处呢好像还有人家。这个地方啊真的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看这边有条瀑布，应该是从悬崖峭壁流下来的，非常的壮观啊。哇，底下很高啊。哇，这个位置好像有100多米吧。这个观景台是往外面延伸出去啊，走上去看一看，体验一下。这底下是可以看到底的，就是这样的钢筋编成的网格，踩在上面是没关系的啊。但是恐高的朋友，我觉得还是挺吓人的。非常的壮观，真的是没有想到，在山洞里面竟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停车场。这个景区是可以开车进来的，开车进来之后把车停在这个位置，然后呢步行往里面再走。里面好像是有很大的水流的，水电站呢也在那个位置。但是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刚才所走过的路。洞里面的光线并不是那么好，这里的坡度好像还比较大，大概应该达到了
30多度的样子吧。道路依然很窄，只能1辆车通行。其实连路过来，挂壁公路都开了很多窗。到了后半段，光线还是挺好的，这边都装上了护栏。其实从这个位置啊，可以大概看到整个挂壁公路的一个整体形状哦。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这一段非常的险，看到没有？就在悬崖峭壁的中间凿开了这样的一条公路，把车开进来，太不容易了。这里面的水非常的大，水是从山洞里面流出来的。最近一段时间下雨了，所以水非常的浑浊。那边还可以继续走进去的，很宽啊！水帘洞地下迷宫。来到这个位置，我忽然想起了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看到吧？这条瀑布就从悬崖峭壁的上方飞流下来的，非常的壮观啊！太美了，有点不想离开。我现在有个疑问，很多年前是没有机械化的，当地的老百姓是如何在大山里面通过手工去开凿这样的一条挂壁公路？今天我们走到这个位置都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这些山体啊，非常的坚硬，在里面修建了一座水电站，水电站如今也是在工作的，在发电的。在水电站的后方还有一个水帘洞地下迷宫，那里面的水流量非常的大，那些水都是从山洞里面流出来的，到底它的上游又在哪个位置呢？很多疑问。当然，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呢？这里位于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排壁乡，直接导航小龙洞水电站就可以来到这个位置。真的，湘西的大山深处啊，有很多秘境。很多人都说湘西是一个神秘而又美丽的地方，说的一点都不错。湘西的景色非常的宽，非常的广，现在的开花也是非常的好。每个地方的路况基本上轿车都可以通行。好了，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喜欢石头的请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了，拜拜。朋友们好，我是石头，今天是打好线胶板的第4天，刚刚才浇了一遍水。前几天我不是发了打线胶板的视频吗？就有很多热心的观众给我留言，他们说啊，这块线胶板太大了，要做一些伸缩缝，而且这块线胶板呢，会不会有些地方会积水？另外还有的问题呢，说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么大的一块线胶板，是否做了一些排水的设施？那关于这几个问题，大概等个3、4个小时吧，等这一遍水干了之后，我们再来回答大家。现在师傅们在山里面砌一个蓄水池，我们要把山里面的水给引到家里面来用。他们都在那边做工，我带大家先过去看一下。师傅们早早就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昨天砌好的砖，今天我们开始往这些砖孔里面灌满水泥砂浆，现在是打震动棒。这蓄水池还是挺大的，大概能容纳2万多斤水啊。那边的泉源一直在流，所以我们在里面是放了一排水泵，把这个水给抽干。昨天整个通宵都是这样子抽着水的。拉过来的400个水泥砖基本上用的差不多了。
这一堆沙子也用掉了一大半。我们刚去那边去蓄水池了，邻居看这线脚板比较干了，就给我洒了水。这2天啊比较忙，我们都在那边砌砖做工，煮饭都是邻居家帮忙煮的，待会儿师傅们都回来吃中饭。这边院坝比较宽，大概浇一次水的话要半个小时左右啊。实际上大家看到吧，大概积水的位置呢，给大家说一下啊，这里有点积水，这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积一点点水，前面有一点点积水。那整个这个院坝的话，就是这几块地方有一点点积水，其他地方的话都是比较顺流的，没什么问题。像这点点积水的话，基本上也影响不大这个，因为这么大的一块院坝嘛，不可能做的那么平整，是吧？我们本来坡度放的大概就是，咦，怎么没水了？大概放的就是10多公分左右吧，去看一下。这边应该是线路松了，所以现在没有水。刚才去看了一下，现在那边已经接通了电，应该是在排空气吧。从那边的稻田抽过来的话，大概有150米，接近200米左右。我们每一次浇水大概要20多分钟左右吧，因为整个院坝太宽了，就是这块有点点积水啊。还有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们这么大的院坝，排水设施到底怎么流的？走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这边是准备以后要修一个类似于凉亭的一个木屋吧，在底下要搭建灶台，还有这边呢要修蓄水池，在这个位置要修蓄水池，所以说这边是没有留排水的管道。这边就是地下停车库的大门了，卷闸门在这个位置，所以说不方便留排水管。排水管的话，全部都是留在大概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是留了一根排水管，110的管道，就在这里。再过去大概5米左右，又留了一根管道，紧挨着相当于立柱的位置留的管道。整个院坝这块的话，我们是留了5根排水管，基本上我估计也足够了的。因为这边只有我们一栋房子的无源滴水，其他的水都是从排水管给流走了，也就是羊沟吧。还有个问题就是这边的线脚板这么宽，会不会断裂之类的呢？其实我在评论区里面都有给大家说过了，我说，因为地下是停车的地方，如果把这些锯开做伸缩缝的话，那这块线脚板不是漏雨了吗？下雨就漏雨了嘛，这样子也不行，所以说也不能把它给锯开作为伸缩缝，对不对？只能这样子给它打成一个整体。如果后期它有断裂的现象的话，我们再想办法去处理了。我们这一层的话，全部都是双层的钢筋，按道理来说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还有这些碎的水泥块，这是前2天打线胶的时候盖的薄膜，把薄膜接走了之后呢，这些水泥块呢就留在了这个位置，打扫一下就很干净了。可以看一下，现在是第4天了，
浇水了之后，这些粪泥土啊吸水还是比较快的，大概这边只浇了大概几分钟吧，一会儿又干了。当然今天的太阳也是比较大的，现在水已经抽过来了，我们要继续过去浇水了。这边的水是比较浑浊的，因为是从稻田里面抽上来的。这个位置到前面有18.8米，我们大概是有一个高低差是有8公分，接近10公分左右。实际上我们这边是不能再提高了，如果再提高个10公分左右，那我们这院坝呢，可能它排水就更流畅一些，你们觉得呢？还有个问题啊，我们村里面一直都没有自来水的，都喝的是地下水。从过年之后吧，我们这边的地下水不是从底下抽100多米，接近200米的深度嘛，从地下把水抽上来，水泵就坏了，所以陆陆续续我们这边一直都差不多很缺水的一个状态了。我们打好了这块线脚板之后，就决定自己去山里面挖它一口井，然后呢用管子把这些水呢给引回家里来用，作为生活用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这山里面的水质呢都还比较好吧，但是你说特别好那也不至于，因为我们这边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区嘛，它的那个水的矿物质含量是比较重的。具体的话没去检测过，反正我估计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这边山区嘛，到处都是山。它不像某些地方，比如说森林啊，覆盖率比较高的地方，它的水质可能就会好些。因为山里面的水，它确实就是矿物质含量比较重，这一点也是最真实的。我记得打好线浇第一天浇水的时候，吸水特别的快，一下子就干了。现在的话第4天呢，整体来说还是比之前要明显的慢许多了。这些水大概能在上面有20分钟左右，基本上是干不了的。其实啊，像这样的线脚板最担心就是没有保养好。哎呀，怎么又没水了？还是水泵还是有点问题啊，一下子又断了。再去看一下。好了，朋友们，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要继续把这个水泵修一下，看到底哪里有问题了。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